欢迎进入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。无论我们站在20年后回头看，还是站在30年前往后看，这2年似乎都算是历史的转折点，其历史意义可能不亚于1945年二战结束，或者1990年共产世界的终结。全世界范围的疫情一波接着一波，世界局势的对抗越发明朗。而在国内，40年的改开时代已经终结，最高领袖按个人意志改造中国的列车正在轰鸣，我们普通人无法预测世界将向何方。我在上期预测了修宪之后的20年，有些朋友不以为然，但过去的2-3个月也许已经让部分人有所感悟。本期我们就再把视角拉进一个群体，这就是中国的资本家，看看他们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。资本家是一个政治性词汇，从微观上看，他们就是企业家、投资家、银行家，甚至是小本生意者等等。在马列理论中，资本家、资本主义非常贬义，他们几乎是剥削和贪婪的代名词。然而资本本身并无罪恶，相反，资本是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元素，而资本主义是一种结合私有制和利润主导的经济系统，在当今世界无处不在。创办企业或是扩大生产，都必须有资本作为推动剂，而股市中频繁流动的资本更是给企业提供了准确估值的场所。资本的持有者是资本家，有大有小，他们的敏锐判断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出了极大的效率。资本家当然贪婪，当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，但在劳动法、反垄断法、工会等机制的约束下，当代资本家并不带有多少原罪。再来说说中国的资本家。中国的资本家并不是改开之后才有，早在晚清的洋务运动就开办新式工厂，如张之洞的汉阳兵工厂，但其本质是贵族阶级自救的手法，算不上真正的资本主义。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，意图建立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三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系统。辛亥革命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终于结束了长达2000年的帝制，着手打造共和宪政民主的系统。但这套系统并未持续多久，所以今天中国的帝制思想仍挥之不去。民国无论是前期的北洋政府还是后期的国民政府，其经济政策都是鼓励个体资本投资经济，辅以国家资本的扩张。江浙的银行业和船运业为其典型代表，另有纺织、机械化工、煤炭、电机等行业蓬勃发展。一时间大量的民族资本家创办实业。在1937年前，民国的工业增长率连续6年接近 10%， 甚至有所谓黄金10年的说法。年轻的民国自然是问题一堆，但这在积贫积弱、战火不断的中国实属不易，算是一个正确的开局。该进程被随后的中日战争以及极左思潮打断，到后来的重新改开，浪费了整整40年，甚是可惜。邓的改开正是重搞资本主义和发展民营资本，才让中国经济再次腾飞。1949年建国后，以毛为首的革命左派推行社会主义，这可以类比韩国被金日成接管。毛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，作为消灭私有制的一种过渡，这堪比委内瑞拉查韦斯的国有化。1953年6月，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利用、限制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，就此拉开了序幕。1956年，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，工商业实现了全面的公私合营，也就是国有化的开始。在接下来的短短数年内，公私合营的企业又全部变成国营企业，大量的企业家绝望自杀。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有句经典名言：今天有多少空降兵？空降兵指的就是被逼跳楼的企业家。在这期间，在民国积攒几十年的传统企业和品牌大多消失，少数企业因早年在香港开设分号得以传承至今，包括王老吉、无良才、屈臣氏、味元堂等等。1949年初，中国尚有大小民营企业12万家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%之多。到了1956年底，民营工商业几乎绝迹，而被收为国有的企业最后大多破产。这段历史现在看就是南非、委内瑞拉的翻版，也是中国企业家们不能不学的血泪史。1976年毛氏驾崩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邓意识到继续极左必将亡党亡国，于是他重新记起资本主义大旗，大力任用改革派，保障私有财产，鼓励资本家创办企业，重建现代工商业金融业，改制国企。
这一系列的结构化改革，加上中国人民的勤劳肯干，让中国经济瞬间腾飞。自1978年以来，民企贡献了 80% 以上的新增就业和经济产出。我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视频里也系统性讲过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一切原本在30年前就普遍存在过，这也是后来台湾经济迅速腾飞的主因。我在讲留在大陆的视频里做过推演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围观。转眼改开已过40年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其实如果你把国内制造、金融、互联、科技等行业的万千家企业拉出长长的清单，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崛起到底靠的是什么。从建筑到机械，从家电到电子，从化工到能源，从运输到航空，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，这背后是无数锐意进取的创业者们，是中国数百万企业家和9亿劳动者的结晶。而政府只需保障私有财产，不折腾，不违反经济规律，正常提供基建等公共服务和税收的2次分配。当然现在的分配问题最大，我以前也讲过多次。官方总喜欢把改革等过程塑造成宏大叙事和丰功伟绩，但其实改革只是修正错误政策，仅此而已。在过去的5年中，入世红利、人口红利、改革红利不断减弱，宏观经济也在不断的放缓，内卷化也越来越严重。官方显然很着急，于是你看到越建越高的防火墙和审查，以及席卷重来的个人崇拜，对经济数据的报道也严加限制。其实从我们回顾的历史就不难发现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很多政策一样，从一开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党国，需要时放开，不需要时收紧。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全体国民对21世纪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的需要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劳动法一直无法落实，严格审查言论，严禁工会运作，官员财产无法公开，党内特工双轨制始终无法破除，虽然这是全体国民的喜闻乐见。这个问题说到底在于14亿中国人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度到底处于什么地位。根据一尊多次的讲话纪要，他要传承红色江山，这是把中国当作他们的私产，你我只能是顺民，连评论都是妄议，更不要说可以投票参选。当普通百姓抱怨死不起的时候，媳妇的陵园可以占地近千亩。如果你拿吴亦凡、王力宏对比张高丽、佟丽娅，就算是吃瓜群众也知道中国到底属于谁。与此同时，最高层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中国，抛开个人崇拜、思想审查，甚至是中南海的龙椅不谈，在很多方面他意图用50年前的一套塑造当今的中国，这让人匪夷所思。中国企业家们很自然成为首当其冲，40年奋斗，他们积累了太多财富。早先实德等企业的资产说没收就没收，扫黑除恶说你是黑你就是黑，内涵段子抖点机灵讽刺社会被直接关闭，地产巨头任志强因讽刺经上重判18年。你若以为只有政治入罪，那就错了。蚂蚁、滴滴等巨头被重拳出击，支付宝被国资入股，甚至还出现行业全国端的罕见景象，雇佣了上千万中产的教培巨头，新东方、好未来直接人走茶凉。俞敏洪们不得不悲叹，到底何罪之有？互联网金融、游戏、消费、房地产和海外上市公司一时间哀嚎遍野。和当年一样，在最高层精神的鼓舞下，从下而上也出现大量的投机人物。司马南裹挟爱国主义猛烈的炮轰联想、柳家，影射企业家协会、泰山会、郑和岛包藏祸心。虽然企业家团体在国外极其正常，且在党的面前如同蝼蚁。联想作为首批走向世界的跨国企业，故有很多外籍高管，但这也成为爱国者们的攻击目标。企业家们自然心里有数，有些甚至早早做出准备。做企业的都懂风险管控的重要性。老狐狸李嘉诚5年前打包走人，剩下的刘强东、马云、王健林等无法全身而退，于是他们重走革命老区，卖力表演。腾讯、阿里纷纷捐款，希望党国能高抬贵手。俞敏洪一度想办中国的斯坦福，但如今念头全无。李佳琦和薇娅不错过任何官方合作的机会，为贫困山区带货派正能量宣传，但仍没逃脱伸出的铁拳。3年前许家印携手任泽平拿着党章进股市，3年后其私人股权和置业被强制出售。这一年拼多多黄峥和抖音张一鸣同时辞去职务，你很难说他们没有嗅到什么气息。如今台上疯狂鸡汤的任正非、曹德旺，正如10年前的马云、柳传志，甚至不用到新地登基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结局。
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个底层逻辑，从改革开放的一开始，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保证只是为政权服务，各种法律法规、进出口贸易甚至是产业升级皆是如此，党不需要则可废除。就像中国的防火墙从来不是为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，而是审查思想和言论，所以这些保证的根基是脆弱的，不需要随时可以收回。这是中国的政治逻辑所决定，一切都服务最高统治。这也是为何温家宝老泪纵横，没有政改革成果也会毁于一旦。今天的中国无论如何的富丽堂皇，其本质上还是2000年的政治体系，最高层的权力至高无上，层层官僚下去，占比90%多的底层政治地位极其低下。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，汉武帝可以罢黜百家，历史可以惊人的相似。中国资本家们的政治地位当然也很低，连普通官员都只当他们是工具。然而当局者迷，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特征是赌徒心态，追求短期利润，刀口舔血，赌一把再说，无视长期的内在逻辑。从一开始，中国的资本家们也不是完全清白，他们裹挟着大大小小的党内权贵攻城略地。10多年前，马云、王健林、许家印叱咤风云，今天的被拉清单白忙一场其实早已注定。今天雷军、任志强、刘强东依然开心的扩张市场，电动车巨头们焦虑地盯着市场份额，各类私募风投幻想着成为巴菲特，他们忘记他们终将为人作嫁衣。因为这个国家本质上只是一些人的私产，资本家在他们眼里只是可用的工具，用完可扔。你真以为张一鸣、何小鹏、黄峥的财富就永远属于他们吗？除了赌徒的特征，中国资本家们甚至不惜摇尾乞怜巴结上风，他们甚至出现自己也是统治者的幻觉。阿里、华为、腾讯、商汤，一堆民族企业在助力打造越来越强大的统治机器和监控系统。你可以说他们也是被逼无奈，但他们确实用划时代的科技帮助党国高科技统治14亿国民，也包括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后代。这是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也许会有人说，刘鹤不是刚出面安抚企业家吗？他说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，他们把新思想、新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，使得经济得以发展。但如果你稍微了解下历史，就不会问出如此的问题。淮海战役后，长江以北都在解放军控制之下，天津的一些资本家想要转移资产，这意味着大量的资产即将流失。中共派刘少奇到天津安抚资本家，刘少奇讲了很多话，说资本家建设有功，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。然而仅仅5年，资本家们全都在劫难逃。10几年后，刘少奇也惨死开封。现在不动你看的是利用价值，你在他们眼里只是肥肉，无价值时随时宰杀，要钱要命，你要考虑明白。社交媒体上常有讥笑49年投奔台湾，这其实是不懂历史。我的视频都是基于历史和逻辑的推理。习虽然多次说过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，但我并没说统治者很快要消灭资本主义。资本主义依然可用，在未来几十年内会继续为党国添砖加瓦，只是每一个企业家个体都可能被随时宰杀，党国也不会很快消亡，它依然相当强大。从世界范围看，威权主义依然有极强的韧性。缅甸、委内瑞拉、叙利亚即使经济崩溃，统治者依然屹立不倒，我们以后会详细分析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资本家未来的命运。无人能预见每个资本家的命运到底会如何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未来这个群体会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甚至会极力的比谁更红。某种程度上，回头看改革的40年只是昙花一现，企业家的投资意愿会大为减弱，经商环境也会大为弱化。这不光会影响资本家们，还会影响无数普通人的就业生计。当马斯克、贝佐斯开拓星辰大海，激励无数的创业者奔赴一线，中国资本家在短暂的亢奋之后，只能夹着尾巴守好1亩3分地，希望能守住自己仅有的财富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中国大大小小的数以百万计的资本家们依然没有动力提高9亿劳工的待遇，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。这个国家虽然称自己是社会主义，但在这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中，9亿劳动者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。关于资本家我们就讲这么多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。